在一系列对付中国的举动都掀不起什么大浪后，美国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。消息显示，美国海军最大规模演习2021当前正在全球17个时区同时进行，其参演的兵力高达2.5万人。传言美国方面放风，此次演习的目的是向全世界，尤其是中俄两国展示美军能同时在不同时区应对威胁的能力。有美国人据此就以为美国在向亚太增兵是要以1打2了。且不说美国如今的实力能否同时对抗中俄两个大国，仅从美国人口中说出来的有可信度吗？就目前的局势来看，美国及其盟友针对俄罗斯的主战场明显是在陆地，而不是在海上。倘若美国真的要将俄罗斯视为主要作战对象，那么现在就应该出动兵力，组织大规模陆上演习。当他们把基本作战场地变成海上，就说明他们战略假想敌出现了变化，不再是俄罗斯，而是中国了。不可否认的是，美军此次如此大动干戈，也有针对俄罗斯的意图在里面。但总的来说，中国才是美国主要瞄准的对象。值得一提，前不久拜登还在叫嚣与有关大国的一战，话音刚落，美军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就开始了。美军其实在大多数时区内都是见不到中国海空军事力量的影子，但却可以随时可见中国的远洋运输船只。顺着这个角度来看，中国远洋运输线很可能就是他们真正的靶子。远洋运输对中国的重要性不用多说，全球各国关键海峡都是中国或者通向中国的船只，尤其是马六甲海峡，有60%以上的船只都是中国的。这一次难保美国军事演习目的不是盯上了中国远洋运输线，在明知道中美关系紧张时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，会引起外界的热议，认为是对华战略日益升级。美国便利用这点将重心转移到中国远洋运输线上。可美国阴险，中国也不是没有应对办法。传言俄罗斯媒体喊话国人冷静。据悉，解放军正在青铜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，还在南海展开实弹演习。南海海域也只能算中国全球海洋运输线边缘的一角，不可能成为美国想要掐断的地方。反观美国在这个时候送上军演这份大礼，倒是帮了我国一个大忙。尽管中国是美军此次演习的主要针对对象，但美国人却因此误把中俄捆在一起。如此大的火药味，中国或许更有理由喊话俄罗斯了。对于普京来说，哪怕这次美国不是冲着俄罗斯来的，此举也足以令其警惕。想来中俄合作很可能因此更进一步。近期来，美国为了能够遏制中国的发展，可谓是费尽心机，不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，故意抹黑我国的国际形象，还要拉拢其他国家来围堵中国。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明白了美国的心思，美国其实就是想要维护自己在全球的地位，但偏偏还是有一些愿意为美国卖命的国家跟着美国的脚步一起玩火。据观察者网相关消息报道，近日美国海军协会网站有消息称，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近日将从圣迭戈海军基地启程，前往太平洋进行亚洲部署。虽说美国海军网站的报道没有明确的说明是要针对中国，但是从美国近期的行动来看，他们的矛头早已对准了中国，所以这次的亚洲部署中必定还会牵扯中国。报道称，这次的航母行动将搭载了1个中队的 F-35C 战斗机和鱼鹰旋翼机，这也是美国首次在亚洲地区携带第5代战斗机的航母部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德国国防部和印度军方在近日也声称将派军舰前往中国南海航行，这样的行为属实过于巧合，因为在同一时间段内，他们声称要前往亚洲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肯定，美国是在极力的拉拢这些不知深浅的国家来给美国政府当炮灰，而这些国家就像是被美国灌了迷药一样，非要给美国卖命。这样的行为属实难以理解。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，此前美国把航母全部都撤出了中国周边海域的时候，早就料到还会开回来，现在就是美国放大招了。他们之前将航母撒出，就是在给英国航母腾地方，现在英国航母撤出去了，就想着带领德国和印度一同前往亚洲，找借口扰乱中国海域的安宁。而德国和印度都声称要前往南海，美国却声称要前往亚洲。从这一举动上完全可以证明，美国是在把这2个国家当成棋子使唤。对此，我国军事专家罗源将军认为，我们不管美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豺狼虎豹在耍什么花招，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，发展我国的军事力量，握好猎枪，做好斗争的准备。如果他们敢来越界，就是来领催命符。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很强悍了，不是我们不报，而是时机未到。所以说，一些想要来南海找存在感的国家，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如果一再来南海捣乱，别看现在闹得欢，等到我们出击的时候，就算再后悔，也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了。欠下的债，我们每一笔都不会忘，迟早会让你们如数奉还。
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，耗时22年，印度第一艘国产航母终于降生，开始在海上海试了。在8月4号，印度第一艘自行设计和自主建造的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，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科钦附近的海域开始了它的第一次海上实验。为此，印度可以说是举国振奋，一扫在奥运会上的难过。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发表公开讲话，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。从目前来看的话，莫迪的话确实也没什么问题。要知道，维克兰特号的设计从1999年开始，直到2013年8月才正式下水，直到现在才进行海试，立项到正式能用耗时长达22年，而这还只是一艘轻型航母，排水量约4万吨左右。这样一艘航母，印度建造了整整22年，说其为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都不为过。但就算现在印度这艘国产航母开启海试了，就能代表着这艘航母能用了吗？那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其一，印度海军目前根本凑不出一支航母编队。要知道，按国际标准，航母编队除了航母外，至少还得要1到2艘后勤支援舰，2到3艘反潜驱护舰，以及2到3艘驱逐舰和若干攻击型核潜艇。这些军舰是当下印度海军拿不出来的。其二，缺少航母的核心战斗力。印度一直在寻找便宜又合适的舰载机，所以打算放弃米格29K。自家空军里不是没有合适的，但法国阵风和美国大黄蜂需要航母上配备弹射器，为此维克兰特目前就是一副空架子，而且在未来若干年内都是如此。因为即使是性价比最高的米格29K，印度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引进30架。但是对于印度人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是要给予肯定的。维克兰特号的试航对印度海军和造船业来说，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。虽然在其种种诡异细节的背后，外界看到的是，无论是印度海军还是印度造船业，思想都非常保守，甚至是懒惰、敷衍。不过，印度本国还是特别满意的。还有印网友感慨称，一旦维克兰特号服役，那印度海军就有2艘航母可用了。印度用实力证明，我们不再是世界的垃圾桶了。据了解，印度网友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番感慨，是因为此前中国在还未拥有航母之前，每年都会收到大量的电子垃圾，但在拥有航母后，这事儿就少了很多。而现在，印度网友似乎把这2件事联系了起来。据媒体报道，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检对中美会晤进行总结，并列举出了美国对华犯下的3个错误。一是美国目前对华的定位是错误的，美国此前一直处于霸主地位，当中国崛起时，美国没有认真分析当前的局势，诚恳接受双方均衡的局面，所以陷入一种战略性竞争的恶性循环中。很明显，只要美国转变思路，将战略竞争变成合作竞争，就能达成双赢的局面。二是拜登政府对华的态度是有问题的。拜登一直秉持着实力性外交，但是这种外交政策本就是错误的。强硬的态度让人看不到真诚，只有给予双方尊重，才能对2国都有利。但是美国并未从客观问题上分析，给出合理的对华政策，从大国定义本就是个错误的角度。要善于跳出国内这个局限，制定符合国际认可的外交政策。很明显，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，拜登洋相进出，其自以为能干涉中国的想法是荒唐的。从主权上看，美国的频繁挑衅中国、不断打压中国，就是在罔顾原则问题，不尊重中国主权。从领土完整性来看，美国骨子里透露出对一个中国的不支持。虽然明面上宣传尊重中国领权制度，暗里却在就台问题上不依不饶，教唆日本、印度等国家联合打压中国。从发展上来看，美国就多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，企图利用其他国家来牵制中国。这是在阻挠中国的快速发展，自身没有讨到好处，反而一身债。美国自以为做得很浅显，实则人人皆知。连美国乔纳森·泰普曼都在劝告拜登政府要及时止损，该收手了。据媒体报道，在拜登上台后，其一系列行为过激，而且对华大有冲动过头，甚至到了不在乎自身利益受损的局面。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行动。拜登所谓的盟友结对、公开对抗政策，并不会让美国受益，相反还会给其甚至世界招致灾难。拜登一门心思想遏制中国的崛起，深陷对华冲突陷阱，这是行不通的。要知道，美国在多方面对中国进行挑战，进行全方面恶性竞争，对比特朗普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但结果是把中国当纸老虎，美国得不偿失。拜登此举大错特错。事实上，美国根本就没有得到好处，反而落得一身骂名。美国应该及时停止手上的行为，转变对华思路才是最有利的选择。